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台北淡水 Vlog。我出来了，然后今天天气真的比较热，现在先去找午餐吃。离民宿走了1-2分钟就是一条美食街了。我在这家叫了碗肉羹面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肉羹面，在来之前我连羹字都不会念。它看起来有一点像清汤面，然后它的汤还蛮浓的。香的那个肉。吃饱后，我在路上走了走，然后碰见这家卖日本二手衣服的一间店，感觉还蛮有趣的。里面卖真的各种各样的衣服。然后尺码应该是最小从 S 开始吧，我觉得他的衣服可以调一调，只是可惜的是都没有我的尺码，所以我还是走了。然后我就去 Poya 找我在民宿前几天认识的一个女生，然后跟她一起逛一逛。这是我第一次来 Poya。然后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 Poya 有卖那么多东西。路过这家卖很多木制品的小东西后，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可以就进来逛一逛。它真的卖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你可以看到有小的花瓶啊、刮痧板啊、梳子啊，你想到有什么就有。你看我身后还有扫把，然后还有人在这里选水晶。这个是那个放香的那种盒子，然后还有卖这种葫芦啊，能想到的应该基本都有吧。你能猜到我去了哪里吃晚餐吗？我又回来这间店了，这次我叫的是泰式炸鸡腿饭，然后它可以来附送3个小菜，看着真的很香，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大家，现在我去吃一个早餐，然后今天是打算去渔人码头那边逛一逛。此时的我还真的很兴奋，今天可以去玩。可是我那天其实来月经，然后最后全部计划都没了。然后一杯热豆浆。真的很喜欢台湾的这种早餐店，他们卖很多种类的三明治，完全可以天天来都不会厌的这种地方。至于我接下来就回酒店睡了一整个下午，所以接下来就是晚餐啦。我叫了碗卤肉饭，还有贡丸汤，也是第一次试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那个贡丸里面是有小小的蘑菇。我还是决定不要浪费这一天，然后就去了那个码头走一走。我刚刚去了 Poya， 然后现在来河边走一走。不得不说，这里就算太阳下山了，还是很漂亮，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晚。然后天气也是刚刚好，不会太冷，还可以看到飞机经过。当天晚上我数了大约有12颗星星吧，在这里坐就真的是可以抬头就看见星星，觉得是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在回民宿的路上，我进了 Net 走一走，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台湾的风格的衣服，然后这种风格在马来西亚是很少见的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可惜他们同样的没有我的尺码，
第二天感觉好很多啦，我一早就起身去吃了早餐，然后出发去红毛城，因为红毛城其实是在去渔人码头的路上。我现在到了红毛城，刚才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那个巴士一直走，然后我终于拦到一个巴士，上了巴士，巴士走得超快的，然后那个师傅说他会到了红毛城会告诉我，然后就真的是超级快，感觉好像进了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巴士里面，根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。可是我安全抵达了，感觉这里也蛮漂亮，先走走看。我应该是到了，我看到照片里面那个地方，终于来到了，好热今天。只能说照片跟真实见到这个地方真的很不一样，这里的氛围感真的很美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自己去逛逛，这里我没有拍很多，进到去基本上就可以看到红毛城了。我接下来直接就去了渔人码头，再搭了另外一个巴士。渔人码头也是一个很宽阔、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我走上这个情人桥，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可惜，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非常多的乌云。我心心念念的夕阳也只能在云朵缝里面观赏。但是没有了夕阳，可以在这个桥上走一走，看一看水啊、天空，觉得还是蛮疗愈的。来一个豆浆豆花。豆浆豆花，你要大碗小碗？小碗可以挑一个料。挑什么？红豆吧。最吃。我试了这个豆花，然后就发现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然后我问了我店长，在民宿的店长，然后他说可能是马来西亚人吃的太甜，是真的吗？第二天很开心能见到我从日本来找我的朋友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的周杰伦小时候吃的阿给，我们叫的周杰伦套餐，有这个阿给，就是一种甜辣椒酱掺冬粉，还有豆皮吧，然后还有一个贡丸汤，然后一个包。觉得整体来说体验蛮特别，可是喜不喜欢就有一点说不上了。沿着淡水阿给回到我民宿的路线，还有很多景点，比如这个日本的居住屋是以前淡水街长一个日本人住的地方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传统的日式屋子，然后里面可以是免费参观的。下来就是这个一定要来吃的马吉奶奶鲜奶麻薯。其实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麻薯，可是这个麻薯不一样，它真的是就是也不算入口即化，可是就是不会像其他麻薯一样需要咬很久，它的奶是很鲜的那种味道。我去的这些地方其实都离我住的青旅很近，青旅环境干净，浴室宽敞，还有地方放行李，住得很舒服，位置真的很方便，很适合来这边玩的朋友们。在我的 vlog 结束前，我想与大家介绍这几天最喜欢去的早餐店，那就是 April Breakfast。这间离民宿也是1-2分钟的走路距离。谁能想到这 tuna 和苹果的组合会那么好吃呢？我还叫了甜番薯泥还有鸡肉的这个组合也很好吃。
在离开的前2天，我非常幸运的终于看见在乌云背后的夕阳啦。那么希望如果你要来淡水的话，都可以与我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